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立春后要多吃这馅料的蒸饺。今天分享个蒸饺的男人做法，不用洗面，省时省力。出锅个个晶莹剔透，味道鲜美，大人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做馅料，准备小把韭菜，把黄掉或者是坏掉的叶子摘下来不要了。摘好的韭菜放入大盆中，倒上的清水，再把韭菜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杂质和灰尘，特别是韭菜叶子夹缝这里会有很多的泥沙和杂质，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，给它铺散开一些，晾干表面的水分。接着再准备小把粉丝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倒上的开水没过粉丝，把粉丝烫软。先给它放一旁烫10分钟，接着再准备小把木耳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再加勺白醋，倒上的温水没过木耳，用手抓拌均匀。这里加食盐和白醋呢，能让木耳快速泡发。先给它放一旁泡5分钟，再准备一根大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细丝，最后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入小碗中，往里边加一点点食盐入一个底味，加勺料酒去一下蛋腥味，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搅散后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倒入鸡蛋液，用筷子快速搅拌成鸡蛋碎，全程开大火翻炒。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最后翻炒成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。再把它盛出来，倒入大碗中。现在的韭菜已经晾干水分了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把韭菜白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韭菜切碎，切得越碎越好。春天的韭菜是一年四季中最好吃的时候，被称为春天第一鲜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韭菜。切好之后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用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根韭菜都能裹上一层食用油。加食用油呢，可以让韭菜形成一层油膜，防止韭菜出水。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泡发好的木耳洗净后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刀给它切碎，像我这样给它剁碎，尽量剁得碎一些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韭菜的碗中。现在的粉丝已经泡软了，用手轻轻一捏就能捏断。再把粉丝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长段，长度约3到4厘米左右。切好后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小段一些，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剁好后放入大碗中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入葱花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，再把黄豆酱放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后来调一下味，加2勺生抽，加一点点老抽上色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。炒匀后加入小半碗清水，用铲子搅拌搅拌，开大火烧开。烧开后，再把粉丝倒入锅中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大概需要翻炒4、5分钟左右，让粉丝把汤汁完全吸收。最后翻炒着看不到汤汁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倒入韭菜的碗中，把鸡蛋碎加进来，再加一点点白糖。加白糖呢，韭菜就不会烧心了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像这样我们的韭菜馅就调好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做水晶饺皮，大碗中倒入200克小麦淀粉，也就是淀粉，再加入100克土豆淀粉，
没有土豆淀粉的可以用木杵淀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两种粉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用100度200毫升的开水来和面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。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看不到干粉颗粒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淀粉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就再加一点开水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。再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，用手在中间按出一个窝窝，再加一勺猪油，再下手揉匀，让猪油完全融入面团里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团会更加有延展性，而且不容易破皮。揉匀后，再把面团揉匀揉光滑，再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尽量给它搓得细一些，像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30克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给它按成一个小饼的形状。每一个面剂都给它按压成小饼，全部按压好以后，整齐的摆放到一旁，再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然后取一个面饼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薄一点的饺子皮。最后擀成这样的饺子皮就可以。再放上刚调好的韭菜馅，先把一头捏合，然后右手向前推，左手向后推，一边给它捏出褶皱，就像视频中这样给它捏出褶皱。最后再把收尾处捏紧实了，像这样一个饺子生胚就包好了，是一个月牙形的饺子，是不是很漂亮，也非常的简单。包好的饺子先放一旁备用，剩下的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完。全部包好后，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再把饺子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做好后，蒸锅水提前烧开，把它放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进入冷气后，饺子立马就变透明了，像这样就说明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一道非常好吃的水晶蒸饺就这样做好了，个个晶莹剔透，一股浓浓的韭菜香味扑鼻而来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这样做的水晶饺能清晰的看到馅料的颜色，很漂亮，取一个看看，一点不粘连，饺子皮软软糯糯的，还特别有弹性。再掰开看看，里面满满的都是馅料，香气四溢，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